歡迎大家來到本期的名事啊！我們今天來哪兒呢？合肥的洛港公園。這個公園呢，源自於合肥的老機场，這也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公園啊。而我們現在這條跑道就是原來的機场，被我們給包下來了。來到我身邊這台宇重08的全球首試啊！这台車其實我們說的什麼？我認為啊，最懂中國人的大众新能源全尺寸 SUV。所以說，了解到這個車的時候，很多人會想到什麼？它的互聯、它的智能、它的等等等等的一個綜合體。為什麼宇重08它不同的原因，是因為經過德國工程師的全新的調教，這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德味的調教。德味調教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它的硬件也有了變化啊，它的電機變了。它的雙腔的風旋也變了，完了，它的智能的剎車輔助系統也變了，所以你會發現，它有了智能化的基礎上，加了一層我們熟知的100多年德國人去精心的一個規則下的車型，所以說這是互聯時代大眾的一個全尺寸新能源 SUV 的一個代表。那我們通過我們的鏡頭來看一眼这個車有哪些不同。我們剛才說了，有了德味的操控，那硬件很重要啊。那我們知道它的前悬掛採用了雙叉臂的，那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懸掛它才會有更好的支撐。再說的就是軟件，德國工程師通過他們這麼多年對於性能車的操控的德國人最喜歡開車這種狀態而調教了這個車。那我們聊到前面之後，還要看到什麼呢？就是這邊的這個剎車系統4活塞。那這輛車它具有很強的硬件的調教操控之後，那它的剎車系統也是非常頂的啊，讓這個車整個在剎車和動力回收的時候達到了一個非常穩健的狀態，特別像 AI 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底盤。雖然我們知道新能源車很重，但它沒有開船的感覺。同時，通過我們很好的這個剎車系統和剎車硬件的配合啊，我們也沒有點頭的狀態。因為我們經常開新能源車的時候，發現點頭會讓我們在堵車過程中的時候非常暈啊。我們來後邊呢，採用5連桿的結構，而這個5連桿的材質啊，採用了鑄造的鋁合金啊，所以說整個來講，它的硬件配備的非常精細。那我們在不得不說的，它的雙電機形成了一個4驅。我們知道很多調教不好的電動車，雖然我們說的是4驅，但它沒有4驅的脫困能力。而我們這台宇重08啊，在一個輪着地的情況下，都可以實現脫困。這就相當於我們什麼狀態呢？有了差速鎖的狀態。所以想想這個車的整個的這種動態硬件調教方面都具備一台好的 SUV 的素質。我們聊完車身底盤硬件的這些豪華之後啊，我上車感受一下電吸门，以及我們看到所有材質都是軟質材質啊，雙拼的這種內飾讓它感覺到非常豪华，座椅的包裹性也非常好。那我們接下來幹嘛呢？就是我们体验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执拗的德国人对于车本身的操控有着非常倔強的一面啊。那我們來開起來看，哦，這車開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啊！8百的平台帶來這種操控感，你發現整個的狀態啊，這種感覺啊，就是車的動力的澎湃以及底盤的這種支撐性啊，非常好，非常乾脆利索，知道嗎？那我們再來一個繞樁啊，這個樁我們看以多少速度能夠繞起來。整個我們下來以後啊，就一小圈，初次與這車的體驗啊，就能感覺到這個車的底盤的扎實程度啊，以及我覺得最重要的什麼豪華感的 NVH， 而且你會發現車身鏡頭裡邊的側傾非常小，這都源自於它整個的底盤智能系統。那它是一個疊加效應，完了它會通過我們剛才說的硬件、軟件，以及我們通過它預瞄系統來達到了我們剛才這樣的一個完美的。我們剛才速度真的是已經超過了廠家規定的速度啊，廠家跟我們說建議60，我們剛才速度已經到了70甚至更高的速度了啊。那我們經過短期的這種動態的試駕以後，我們去那邊的場地看一看這個車剛才我們了解的 SUV 應該有的特色，以及 SUV 應該有的性能。我們剛才啊動態的開了這個宇重08啊，這種加速度啊，還有它的精準操控啊都非常好。
但是考驗一個 SUV 的最重要什麼呢？它的越野性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非常嚴格的科目来考察這個車的四驅系統。因為這個車的四驅系統呢，經過德國工程師多年的這個調教經驗啊，因為他們有很多 SUV 的這種工作經驗以後，它能够通過他們的这个剎車和穩定系統的控制以後，讓這車很好的通過滑輪組。那這個情況下，就是一個輪子着地的時候，它也能通過。那我們看看鏡頭這個車的真實表現。我們這個車走了，哎，你看它上到滑輪組啊，我們看到這個車緩緩的上到這個滑輪組。哎，你看它的所有輪都在滑輪組上了。那我們現在繼續走。哎，你看打滑了，你看打滑了，哎，有動力了，它就走了。所以它是通過很好的電子控制系統啊，讓這個車在有低附着立面的時候能夠非常好的通過。這是一個特別考驗 SUV 整個前後軸動力分配以及左右的這個電控系統分配的一個狀態啊。那我們看啊，現在是最難的狀態啊，能不能夠通過它的限滑來去讓我們這車有很好，哎，過去了，你看到沒有？這個車整個的一個狀態啊是非常非常棒。我們知道雙電機的四驅的新能源 SUV 啊是很難達到這個狀態的。我們剛才聊到了宇宙08有雙腔空懸，那這也是現在很多 SUV 具備的一個性能的一個東西配件啊。為什麼？就是我們在過交叉軸的時候，越野的過程中的時候，需要把這個離地間隙啊提得更高，讓前後接近角達到一個最高的狀態。那我們現在你看，已經聽見了打氣的聲音啊。好，我們看車身在起，完了以後它就達到一個最高的狀態，完了以後更安全的來通過我們說的這個交叉軸啊，因為它是有坡度的，那你會發現它的前後軸的動力分配也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懸掛的行程的長度，你看它的這個 OK， 那現在你看這個車的四驅啊，做的非常非常精準。來到交叉軸之後，我們可以測試什麼？這個懸掛升到最高之後，以及我們你看啊，行程的壓縮，我看左後輪和左前輪這個行程的這個長度，來去決定它的越野的極限。還有重要一點是什麼呢？因為它升高之後，它的離去角、近角是非常非常大的。還有一點就是什麼？車身的剛性。我們在開這個門的時候，能不能輕鬆關上？你看啊，哎，它輕鬆關上了，也是測量這個車的整個車身的一個狀態。那我們繼續往前走啊，看我們這個車整個的這個電控啊，哇，你看這個非常非常棒，非常穩。它在控制整個這個輪胎的在空轉的過程中的時候，把這個扭矩鎖死，知道吧？那一下非常非常好。那我們隨着鏡頭啊繼續往前，我們到了顛簸路啊，這個是大家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場景。所以說，我們看看這個顛簸路，我們看到這個車身的狀態啊，哎，你看到車外邊的扭非常大，但車裡邊很舒服。那這個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對於底盤的調教，讓我們這台車有更好的越野性能。其實這樣的功能對一台 SUV 來講的話是個基礎，也是個標準。而宇宙08能夠在我們剛才所有的說，無論是顛簸路還是滑輪組，還是我們的交叉軸，都是很輕鬆的去通過。我們剛才看輪胎的快速鎖止這個系統的時候，說明它的系統工作反應非常非常快，能讓我們通過動態的這種駕駛以及越野項目駕駛，能夠感覺到宇宙08是金標大眾，是安徽大眾給我們帶來的一款非常全能的新能源 SUV， 也是智能時代帶給我們一款非常棒的 SUV。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2066年這款宇宙08能夠帶來整個新能源市場一個新的不一樣的改變。你可以擁有操控，你也可以擁有智能，還可以擁有新能源。所以說宇宙08是一台我們期待的 SUV。